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啊，去香港最可怕的事情，包括这个事情在我身上也发生过，导致我后面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我可能很久很久都没去过香港啊。就是我曾经在香港丢过港澳通行证啊，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因为什么呢？当时可能想着啊，就是香港作为中国特区嘛，反正如果说丢了证件应该办很方便。其实反而不是啊，如果说你反而在国外丢了证件的话，其实办还是挺方便的。你可以联系当地的领事馆、大使馆啊，驻外大使馆，它有这个领事服务功能的。那香港作为特区的存在，其实它是不存在这种领事证件服务功能的。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啊，这种情况当时就是，按照我当时流程是，就是说你打电话报警啊，就是香港的报警号码不是110啊，是999啊，广东话叫999啊。然后呢，你电话报警之后呢，他会给你出一个报警纸啊，纸张纸啊，然后就这样小纸条，然后东西呢，然后他会告诉你啊，你呢就是去湾仔啊，去湾仔呢在港岛啊，那么又不方便啊，要跨这个海底隧道啊，然后过湾仔啊，湾仔呢是一个出入境事务大楼啊，这个大楼里面的话大概在七层不8楼啊。反正6、7、8了吧，反正这个楼层啊，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上电梯，然后很空的地方。在那办证件的人的话，基本上都是特殊情况，比如说你这种证件丢失就属于特殊情况啊，这种情况你就在那边办啊，那么空还是很空的，反正没什么多人，没什么人，你反正办很快啊。这个功能估计也就是延期功能嘛，估计。然后呢，这个功能办好之后啊，你要去补办证件啊，就是首先的话，你要把这个先跟他们说明情况啊，出入境事务局说一下，因为香港的出入境跟那个中国大陆不一样啊，它是分开的，不归警察管的啊，警察只管治安这块啊。那么这个时候你报案了，延期了啊，现在要补办证件啊，那很多人会以为啊，我如果说我有护照的话，我能不能回内地啊？其实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一个原则就同进同出原则，比如说你当时是用护照啊，比如说进了香港，通过转机的身份啊去进了香港，丢了证件啊。那你没事啊，那你就拿护照出去啊。如果说你拿了港澳通行证进了香港，然后你虽然说有护照，但是你不能拿护照出去啊。拿护照出去的话，它就记录里面就没有显示这个护照进来过啊。那你怎么办呢？是吧？这个很麻烦啊。那同进同出原则，所以说你不得不补办这个港澳通行证。这种情况的话，你现在我说补办证件的情况啊，补办证件你要跑到这个从湾仔继续要返回这个九龙啊，又要跨这个海底隧道，那么到九龙的旺角的话哪个出口忘掉了，反正就是香港中国旅行社啊，就是应该说叫中国旅行社括号香港啊，那再括号这个地方呢，旁边有个球场，我记得很牢啊，就是在1楼，然后呢很大一个厅啊，然后也不算非常大吧，就是有点类似于中国这种银行这种柜台差不多啊。人很多啊，很多人办那个香港人办那种回乡证啊，也都在那边办啊。所以说你还得问工作人员，像你这种情况办那个啊，他会给你一个表格让你填表填了很多啊，很详细啊。那当时好像我记得，反正户口地址啊什么都要写了很多，然后他再把这个东西啊发回给内地，这个时候你要交钱啊，钱还不少，估计挺贵的啊，估计。反正他要邮寄的嘛，邮寄回去，然后叫邮寄回来。当时还好，就是办的时候我还觉得挺快的，就是2、3天嘛，估计2天嘛。他是发给深圳的，深圳那边就发过来一个什么出入境通行证啊，拿个小纸片啊，这个小纸片，然后上面照片都没有的，好像是，但是有这个人的签名啊，然后就是你回去了。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办啊，但是大致情况也是一样的。那么还好我是运气比较好，就是中间没有隔的这个周六周日啊。如果说你万一周5丢了啊，周6周日，那我觉得真的非常麻烦了啊！香港中旅开不开的不一定，是吧？那真的很麻烦。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因为如果说你丢证件的话，那你住宿就是成为一个困难了，那你还得叫一个人过来啊，他开房啊，然后你住宿。当时我就是一个朋友陪着我嘛，然后他的这个有效期啊，签注有效期啊。也快到期了，如果说发生这种情况的话，他必须出去之后再回来。如果还办不好的话，或者说他只有一次签注的话，那出去之后他怎么办呢？那我怎么办呢？那他只能叫一个朋友过来陪我了啊，所以说真的很麻烦啊。这个东西之前我在一个微信群里面啊，前段时间我发现一个深圳户口的一个人，他妈妈在香港也丢了这个证件，然后也就是让他爸爸过去赔啊，赔也就只能赔7天，7天到的话，那等于换一个人陪他。所以说这个东西呢，确实比国外麻烦。国外的话，至少人家那个
能给你15天时间啊。比如说日本单次签证啊，刚刚朋友拿下来这个电子签，它是15天可以逗留。那15天的话，你办这个东西的话也比较方便了啊，真的比较方便了。还有一点吧，就是我也之前很想不明白啊，就是香港签注为什么只有7天时间啊？我的考虑是这样子的，第一个，它地方比较小，你7天也够完了，真正旅行的人啊，港澳都一样啊，7天都够完了，陆台证都有30天啊，陆台证就是去台湾地区玩的话有30天时间，那港澳这7天时间呢，其实也有更多的考虑是考虑，如果说放开30天的话啊，很多人就是循环嘛啊，7天你必须出去一趟，如果说30天的话，它的本身就这么人口密度这么大的地方啊，那有人越来越多了，他可能接受度更难了啊。你也知道，香港厕所很少，香港找厕所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啊。现在可能会好一些了，我刚刚最近也收了资料，香港厕所很多都在建了很多厕所啊。还有的话就是，估计当时是制定一个政策的时候，他其实也考量这个有滞留率，或者说打黑工啊，或者说从事非法活动啊这些情况，所以当时只给了7天时间。不过呢，他也放开了口子，就是说当时你可以选择1年办1次或1年办2次。其实这个1年1次、1年2次的话，其实就是说呢，其实是无限的啊。就是说呢，我1年之内啊2次用完了之后，我可以立马再续2次啊，这个没问题的啊。就是说1年之内是无限次的啊，只是说呢，它这个1年是有效期，这个签注是1年啊，不是说你只能1年内续2次啊。那等于说去完之后你就可以再续嘛，但是它同样的1年2次的话，你必须要7天到期之后离开香港再进来香港啊，等于说你还得离开此。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为了给你设一个坎啊，就是怕你做非打黑工啊这种现象。毕竟香港那个时候跟中国内地这个差距水平还是非常大的，毕竟到现在为止，其实在香港的工资也是比较高的啊，在港澳台地区的话，在香港应该是最高的工资了。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就是我曾经在香港是有个亲戚的嘛，那么我亲戚的他的妈妈就是也是亲戚，然后呢，过去探亲签证过去的，探亲签注过去的啊，准确的讲是签注不是签证啊，然后过去之后呢，差一点点会逗留了，差一点的超期逗留了，超时间了，当时他们也很着急啊，立马把他送回内地，然后出去再进来啊。这种情况啊，我问过，就是如果说超期的话怎么办？超期的话，基本上其实会把你拘留的啊，拘留之后在香港拘留1次，然后放回内地，内地可能还会再拘留1次啊。具体这种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只是听他说啊。但是我觉得反正肯定会处罚啊，有些呢会罚钱，比如说澳门的话，我知道是罚钱，然后你就出来啊，就是问题不大的啊。是很多人在澳门发生这种逾期逗留情况，有很多啊，很多人赌博这就是那个忘记了或怎么样子。因为我曾经在白云机场啊，等早上飞机的时候，大家都在候机厅嘛，然后早上很早呢就开始候机了。有一个女的就是过来，她说别人开车送她过来的，然后呢就说在澳门延期了，然后被罚了好多钱，罚了好几千块钱嘛，好像她是按1天多少钱算的啊，算你多少钱，然后可能超了更久的话可能会被拘留啊。如果说轻的话，我估计只是罚款嘛。通行原则的话，我看网上很多旅游博主的话，他们就在说，比如说像非洲这些国家啊，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啊，就算你没有逾期逗留啊，他都可能不给你盖这个章啊，或者说呢，你入境的时候他就没有给你盖入境章，这种情况都有发生，然后就给你挑错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如果说逾期逗留的话也是很麻烦啊。在香港的话，还好一些啊。还有的话就是入境香港那个，我发现很多人就是现在香港不是有那种入境纸嘛，入境纸人家都直接丢掉啊。其实那个纸的话，我觉得最好不要丢啊。如果说你有这个入境纸的话，你办银行卡，办香港的银行卡是有些时候是会需要的，会查你的入境记录的啊，这个就是这个证明，是吧？那么再说一下，就是到现在为止啊，香港虽然说大部分都可以去啊，但是呢，这个签注大家背面可以看到啊，就是有些人是可以个人旅游，有些人只能团队旅游啊。网上很多在说啊，就是个人旅游跟团队旅游现在都一样了啊，其实只能说呢，从法律层面来说的话，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啊。本身要不然的话，人家为什么要写团队旅游跟个人旅游呢？这个也没改过来，对吧？主要原因是为什么说大家说的一样呢？就是因为现在都流行自助通关啊，所以说自助通关的话，他就不会问你这么多话，都机器人刷脸就过了，所以说导致这种情况发生。那么
为什么当时会设置这个个人旅游跟团队旅游的？其实我当时也在想啊，就是其实还是就是看城市啊，你看那些城市啊，比如说广东省全省都是个人旅游是可以的第一个的话就是如果说广东就是所谓那个自由了遣返方便一点。第二个这个其他城市比如说个人旅游，北京、上海，包括一些很多省会城市都是允许个人旅游的。那这种情况是主要是呢考虑到相对经济水平稍微好一些，或者说方便一些那遣返的方便一些。万一发生事情的话，团队旅游的话，主要是针对其他城市其他城市的话，也是为了这种怕你这个人如果人太多的话这个怕你自由行，然后自由活动之后从事违法活动，他没法管，他就为了方便管辖吧我觉得当时这样想。如果说你团队旅游当时如果他卡得严一点的话只能让你报团当时报团的话，我记得在罗湖口岸，就是有一个朋友他是某一个城市的，然后我们都是可以个人自由行的，他就是非要去报个团。报个团呢，其实说这个团呢，其实报的就是个报名，根本就不是旅游团就是把你的名字加进去，30块钱就是罗湖口岸门口罗湖口岸那个就2楼就有的就人家喊的就是要报团团队旅游的人过来是吧？L 签注的是吧？就这样子所以说当时我觉得这个7天时间很短其实也不得不这样想去，他这种考虑有这种怕你这个自由活动自由行之后很多这种从事违法活动的人太多了冲击香港所以说他这样考虑。所以说呢，总而言之在香港千万别丢证件丢证件的话会很多麻烦办证时间跟逗留时间冲突第二个你没法住宿，第三个香港警察是允许在法律层面上，他是在路上是可以查证的查证件的而且查证件概率还是挺大的特别是当你落魄的时候，那查证件的概率更大了。比如说你这个没地方住了住在麦当劳或住哪里没办法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保存好证件，至少的话你拍个照片备份一下也可以至少的话到时候方便补办方便核实身份。